晚上来看一下大洋 ADV350的近远光铺路效果。这是近光灯，非常亮，而且光型很好，光型非常好。远光更不用说了，4透镜的大灯非常亮，这个灯光效果绝对是好评。另外有一点要给大家着重说明一下的是，这个车有一个大帽级别都不一定有的配置。大灯转向辅助，看我现在打了左转向灯，左边多出来一块，好回，关了。右转向灯，右边看多出来了一块转向辅助，收，好右边熄了，看到没有？亮左边，亮右边，这个是好评。但是这个转向辅助呢，在实际体验中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你看，它是往近处的地面上照的，我是更希望它能照得远一点，这样对辅助的效果会更优秀一点。这个车的钥匙也有值得一说的地方，首先是解锁键，直接就可以解锁了，然后这里是开启座筒，就不用按3秒了。好，直接就开启了座筒，然后这一点很有趣，看这个是寻车键，车子会发出2声蜂鸣。看，我现在给大家解锁，解锁之后呢，这里会有一个解锁提示开关，这里代表已解锁。然后呢，如果你的钥匙远离它，它就检测到，好，现在是不可启动的状态，然后再过差不多半分钟，大家看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好，这时候它就自动锁龙头了。好，我们把 ADV350开起来，从起步阶段拧油门，你会发现大洋的 ADV350跟它的小弟 ADV150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起步的排气音感觉非常大，似乎向你强调这是一个350排量的车，但是大可不必。实际上初段的提速感觉也就是和250级别相差不大，甚至我会感觉会弱于比亚乔的 X7 以及 SR Max。会比这2辆车要弱一点，但是会强于终身的 RT3。我没有见到有人来测这辆大洋 ADV350的百公里加速，但是我预计它的百公里加速会在10秒甚至10秒开外一点点，然后对比 X7 是11秒多一点。当然这是纯属我的臆测啊，给我的体感是这样的。因为国产的350级别这个车型不多，就只有无极的 SR4 Max 那辆车我也开过，整体的质感毕竟那是宝马发动机嘛，说实话质感比这个车强上还是蛮多的。提速方面的轻盈感也会比这辆车好上很多。当然这2辆车差了1万多块钱了，这个就不能这么比较。好，继续说这个提速，然后呢，我把这个车开到30码附近的位置的时候，会感觉有点震，速度再往上拉的时候，这一点震感就消失了。所以说我比较愿意把这个车开到60-70码、70-80码来骑会比较舒服。整体作为一个350级别的踏板来说，它的中段提速相对于150以及200以下是优势比较明显的，所以你在城市里面超车还是很容易的。这也能体现这个350排量的优势。开到高速阶段，我也把这个速度曾经拉到过100码附近。在高速巡航的状态下，这辆车非常稳，它的抗横风的能力很强。因为我当时开的比较快的时候，当时是有4级风左右，毕竟这辆车的体重有208公斤。所以高速稳定性比较好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儿，但是呢，可惜的是这个风阻比较大，原厂的风挡几乎没有任何保护作用，反而是增加了一些风噪。所以建议所有买这个车回来的车主都优先考虑换风挡，因为这个车你肯定要是拿去高速巡航的嘛。好，现在我们来聊聊它的长途表现。
因为这个车有17.4升的油箱，买它回来的车主呢，很可能去摩旅啊，跑一些长途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刚刚高速稳，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它跑高速的时候稳定感是很好的，但是呢，我把它开了差不多100公里的小长途连续的，然后发现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755坐高的这个坐垫，它的几何人体工学有很大的问题。在我几乎只开到60公里、50-60公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坐骨非常疼，感觉压力非常大。前面我也说过，因为坐姿的原因，它几乎把你所有的身体重量都压到你的坐骨上，再加上这个斜坡，后靠背的斜坡，无法让你形成一个巡航位的姿态，所以这个车你是没有巡航位置的，你只能直直的坐在那儿，就像坐板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拿它来开长途，这个坐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会让你很不舒服。我相信开过它、用它开过长途的车主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大洋首先需要优化的就是这个车坐垫的人体工学，是不是适合能更多身高区间的车友。另外来讲一讲市区行驶时的感受。在市区中，这个车最大的问题就是低速啊、小空间的时候，你要去掉头啊，做一些转向，这个时候你会感觉车是很重的，你要把它掉头转向都很难，因为这个车挺长的。还好坐高比较矮，让你撑地会比较容易。但是呢，这个车一旦开起来，这种不灵活、笨重的感觉就没有了。整体来说，开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车还是可以算是灵活的。尝试一下站姿，讲句实话，站姿很难站，不是给站姿骑行来用的。脚踏有点过于靠前，站不起来。然后这种轻度的非铺装还是可以的。我估计极限也就这样了。离地间隙并不高，165的离地间隙。整个轮胎在这种地面上的抓地力、反馈都还可以，算是令人满意。但是整体来说，感觉控车并不容易，体重太大了，这辆车体重太大了，非铺装上面那种选线轻巧感没有。总体来说，还是愿意开这种路的，再极限一点，难度再大一点就不好了，开不了。好，我们来做一下总结。这个车优点方面我就不再赘述，优点方面主要包括加速感还可以，然后高速的稳定性好，造型比较漂亮，以及我个人觉得这个减震的表现是可以给好评的，它可以让你比较轻松的去过那一些坑坎。另外夜晚状态下的灯光表现我也觉得是满意的。接下来呢，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车缺点的部分。我大概总结了有9个比较大的缺点。第一个就是车体太重，无论如何减重啊，对于操控以及油耗都是有必要、有帮助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 TFT 仪表的强光下可视性极差，而且呢 TFT 仪表的转速表无法紧跟油门的响应，我觉得这一点做得不好。如果真的喜欢这个车的，我建议是买标准版。第三点，怠速和低速状况下的车身抖动可以再优化。第四点，车身的整合问题，也就是说它的空间整合。如果一辆踏板车几乎没有储物空间，座筒容纳不下头盔，这个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作为一辆如果你要走向国际的品牌，你的车身整合如果做得不好，如果是这种空间的话，一看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第五点，坐垫的几何有极大的优化空间，人体工学包括舒适度都可以再优化。
第6点，我觉得它是设计上可以再优化的部分，包括大家看这个车手把部分，看我第一视角这个手把部分，它其实是用了碳纤维纹路的饰板，它有点强调运动性的感觉。可是这是一个 ADV 踏板哦，所以强调的不应该是那种多功能性嘛，或者说你去强调一种野性 ADV 踏板嘛，但是你这个碳纤的饰板很明显和它的外观和这个车的整体性格就不搭。所以让它整个设计语言能保持统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第7点，左手的手把部分、牛角部分的手刹单手难以操作。比较好的驻车手刹呢，可以参考三阳的 Maxim 400，那个是一个脚踢的手刹，脚踢它直接能拉动后轮的刹车。还有新出的绅士 350D 那个踏板，它手刹的部分也可以单手操作。第8点，也就是做工用料的部分，就不管是手刹、刹车的手感，以及车上各种塑料覆盖件的质感，体现不出任何高级感。然后包括那个手套箱，在我行驶的过程中，差不多它4-5公里，右边的手套箱4-5公里就得掉出来一次，其实已经锁好了，它就得掉出来。做工是完全可以再优化的，再加上350 ADV 算是大洋所有车系里面的旗舰车型。但是它的做工用料相比150 ADV 是没有任何质的变化的，完全是一样的做工用料。所以说，你打造家族旗舰，就是用同样的做工用料去打造一个家族旗舰，这个高级感能打造出来吗？就完全不能够啊，对吧？所以做工用料还有进步空间。最后一点呢，我想问一下广大的350 ADV 的车主，这个车的大灯随动转向是真的是随动转向吗？因为我试的时候我没有试得太仔细，我只知道打转向灯它会有一个转向辅助出来，但是它是随动的吗？在官方的宣传页面说它是一个 AFS 的转向随动，也就是说随动转向应该就是你打多少手把，那个车灯就跟着转多少。我具体没有试出来这个功能，我想问一下车主的感受。因为如果它仅仅是打转向灯而多出一块转向辅助区域，这并不能称之为随动，但是它官方的宣传页面又说是随动转向，这就会有一点欺骗的行为存在了。好，总结完了，这辆车呢，总体来说我是不会去购买的，我觉得它能优化的地方还是太多了，但是好在这个车行驶起来的时候问题还是不大的。在观望的车友们呢，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它下一次的更新，看看能不能改动一些地方。好，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结束，也欢迎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